我们环保局干净了，这以后才能更好的为苏总你们服务，是不是？贺哥这话说的太到位了，有您在这个位子上，那是化工总厂之福啊！来，贺哥，我先干为敬。来，我也来，我也来。祝您节节高升。好，那我也来一个啊。一切如常。没事儿。出来时，那个姓贺的副局长又玩新花样，说他老家什么亲戚生病了，需要一些钱来周转一下。我就喜欢这种爱钱的人，省心。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啥事儿？你说。江云化工总厂只是大工集团众多产业中的一部分，在集团内部也就是排中游吧。偷排污水的事情就算被查出来，顶多就算在那个水厂长的头上，大不了给老百姓多赔几个钱罢了。就算整个化工厂都赔进去，也没什么影响。我们干嘛要费那么多的心思替那个姓水的做掩护呢？你呀，你要知道啊，给老百姓赔钱只是小事儿，但是这些事儿被别有用心的人知道了啊，被弄到媒体去炒作的话，不就影响了投资者对集团股票的信心了吗？如果再有人继续深挖江云的事情的话，我就担心啊，会影响到在背后支持我的朋友们。所以啊，这目光呢要放得长远，千万不要忘记当年我们在上市之前的紧要关头，那个女记者差点把我们搅黄的事情。还有啊，这件事情不能让吴书记知道，一定要摁死。你和刘副总啊，赶紧去安排一下，把集团的股份从江云这里掏出来，让江云化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营实体。那万一要是按不住的话，把江云卖掉，把对集团的影响降到最低。那些村民不是怕污染吗？既然怕污染，就让他们喝西北风去吧。没有让你们那个副局长发现吧？你确定可以把这件事记录出来，替村民讨回公道？相信我。拜托了。喂，是我。我再次提醒你，码头村的环境污染问题，虽然监管局负有监管责任，但是一旦触犯了法律，我们检察院就要承担起调查和起诉的责任。这事儿你们绝不能掉以轻心。现在调查进行的怎么样了？好。另外，环保局的检验报告送来没有？这何检察长啊，真是兵贵神速啊！只要立案的材料交到我们院里边，我们尽快的审理。如果真的有犯罪行为的话呢，我们尽快的宣判，啊，等这个刑事审判一结束啊，马上启动这个民事赔偿的程序，让这个钱啊尽快的交到老百姓的手里。好，这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我同意，
对被告的电脑进行调查取证，在法院的监督之下。好，我到民三厅看。好。请。哎，老牛，局员，正好有事要找您。办公室说。好嘞，走。哎，你这咳嗽怎么了？得吃药啊！啊，没事没事，已经吃了，你放心吧。啊。检察院把这个江云化工总厂环境污染罪的立案材料送过来了。立案庭的包媒婆错了，包厅长包美荣第一时间审阅以后觉得有些问题，送过来让我们出主意。我已经看了。检察院的鉴定报告居然是这么写的。是啊，碰到高手了。2项主要指标顶格，可是没出格。另外2项呢，虽然是超标了，但也只超了2%，属于可抓可放的模糊地带。他的这份报告，无非就是想要告诉大家，管道内没有排放的废水，这个土壤里面呢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老何怎么能把这样的报告送过来呢？检察院那边呢，肯定也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主观上他们也想为民除害。可是现在这个情况，您说，我们是接呢，还是推啊？接呢，还是退？这2天，我也在网上看了看，晚上骂的挺厉害，主要是说我们法院有人官商勾结，把该的捂死。其实我们法院的新闻稿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他们还是要乱猜，这些网络真拿他们没办法。我当然理解你你依法办事，但是时代不同了，要时刻注意到舆论的影响。是啊，方便不方便问一下何检察长，那个案子接下来怎么办？要不要重新调查？我上午给何检打电话了，这个案子暂时不查。为什么？他说，不是他们不愿意查下去，只是环保局出的鉴定报告，那是铁证，怎么查也绕不过去。不过他也说了，只要有新的证据出现，他们会重新启动调查。可是高登水有口供让他作证不就完了吗？高登水1个星期之前在公安医院病死了。什么？死了？目前这个案子只能这么悬着。我当时还想问问何姐，可是没想到她反问我。他说：“老杨，你们法院不是一直强调疑罪从无吗？怎么现在倒有点像疑罪从有了？”什么跟什么呀？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就差那么一口气儿，真是气死人了！这么热闹，什么气死人了？去坐。我们正在说码头村村民的事儿呢。觉得他们被我们罚检2家也算了。检察院没有确实的证据起诉，咱们法院也没办法判江云化工厂有罪，也就是不能提起民事赔偿。码头村的村民呢，就没钱看病换肾。情况就是这样。
法院推荐了，开不了庭。喝吧，不喝身子怎么好呢？好，拿什么好？啊？法院都不管了，也没人赔我们钱，没钱，拿什么换肾？就喝这黑汤子，顶个屁用啊！这里是20万，我的一点心意，你们收下。据最新消息，律师周黎民代表码头村35位村民向市中院提起了对江云化工总厂和市环保局的民事赔偿诉讼。今天一早，钟律师特意来到法院递交了立案的相关材料。那么，他的律师团队跨过了检察院的刑事诉讼，直接进行民事诉讼，这也算开了环境污染案件的一个先河。那么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会否受理这起引起巨大关注度的案件呢？我们将持续关注。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件是，前2天啊，我到吴叔叔家吃饭呀，我提到你了。吴叔叔说了，像你这种啊，能够时刻与上级保持一致的听指挥的同志啊，要多关注，同时呢，要多给这样的同志压压担子。啊，是吗？太好了，谢谢罗总啊。不客气。哎，还有一件事情啊，环保案的事情，您帮我多盯一下好吗？我们这种做生意的人啊，最关心这种经济案件了。其实呢，对于我们的未来的战略策划是有帮助的。行，我会的。行，那我就挂了啊。好嘞。哎呀，多压压担子，多让他做做梦。这环保局的贺局长那边没事儿了，这姓钟的公益律师又跳出来了，真是的。跳梁小丑，成不了事儿。什么？钟黎明，他的这些材料不符合立案的标准。好，你把这个相关的这些材料给我发过来，好吧？启源，启源啊，那个怎么有事儿啊？走，办公室说。坐。什么事儿？听说那个钟律师不但告了化工厂，而连带着把环保局也告了。哦，是啊，我们这边都已经接收了他们的材料了。那你打算怎么办？是开呢，还是？是这样，立案庭啊已经都审核过了，如果要是不出什么问题的话，应该是开庭受理。如果我的记忆没出错的话，我明明记得环保局送来的鉴定报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江云化工厂几个主要指标均符合国家的规定，没有一项超标，不伤大局，所以不存在非法排污问题。检察院把材料送到法院的时候，是你给推回去的。是这样啊，张院，这个钟律师啊送来的材料里边的确有一份这个鉴定报告，写的是在码头村这个污水管道残留样本，还有这个土壤以及这个地下水呢，发现了这个重金属镉的这个污染。当然，这个报告呢不是咱们齐州市环保局做的，是上海一家有资质的第三方环境鉴定机构做的。环保局是咱们政府的职能部门，他们的鉴定报告你不采信，却偏偏采信第三方公司的报告，你这不合适吧？张院，
咱们环保局也不是唯一一家可以出具这样报告的单位吧？那但凡有这个资质的第三方啊，鉴定机构都可以出具这样的报告，同样具有法律效力。我们呢也是根据这一点呢，决定受理此案的。老屈，我也是闲聊，也是向学院学习。那现在这个律师又要起诉，如果证据确凿的话，你是不是要判他胜诉？当然，我们正常办案呐。你刚才说了是有道理，但是在法理之内这么做是没什么错。可是法理之外，是不是可以适当考虑一下我们的国情？咱们这个国家是个人情社会，讲究的是口碑和信任。那个律师把环保局都告了，这就是状告政府。娟，你要怎么判？判他胜，那政府的威信就被损害，以后怎么取信于民？怎么开展工作？蒋元，这个取信于民，它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大道理我都懂，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呐，太理想化了一点。要是人人明是非懂道理，那法院早就关门了。就是因为民众的情绪很容易被鼓动、被放大，所以才顾及政府的权威。如果要拆政府的台，我个人持保留意见。况且民告官，这在其中是第一种，也是史无前例啊。张元，我觉得你可以换一种思维吧。你听我说啊，虽然这个事儿不关我个人的事儿，但我毕竟是中院议员，我要时刻为中院这个集体着想。我想这件事儿是不是可以不必搞大？比如让中院给环保局发一个建议函，让检察院监督他重新再彻查一遍。如果江阴化工总厂确实存在违法问题，那该整改整改，该罚款罚款。如果确实存在村民受害，那该赔的咱们私下里和解赔偿，这样谁都不吃亏，也保全了政府的面子。娟，你觉得我这个建议是不是更稳妥一点？贺副局长，休怪我对你这个市里的领导发火了。你们市环保局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啊！江云在我江县的地盘，解决我江县上千村民的就业，每年给我县上交的利润就超过2个亿，还不说交给你们市财政的收入。你不是一直跟我说江云没有问题吗？可是那个律师一查就查出了问题，而且上告的法院。刘县长，我们环保局啊，可是对江云化工厂厂区周边土壤、地下水做了全面的检测，那就是没查出问题来呀。那不见鬼了吗？对，就是有鬼。我跟你讲啊，那个律师就是那个鬼，这小子坏透了，专门跟政府作对，还鼓动码头村的村民闹事儿。他这是在炒作自己，包装自己，要做打鬼的那个钟馗呀。身正不怕影子斜嘛。你贺副局长心里没鬼，你管他是钟馗还是李逵呢？刘县长，你这话不该跟我这么讲吧？啊，你别忘了，咱们俩可是平级，都是正处。老贺，江云化工总厂对我们江县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你心里清楚吧？啊，江云化工要是没了，要是关停了，对你们市里不过就算丢了一只小猫小狗，可是对我们江县，那就算死了一头大象。老百姓的生机比天大呀！江云化工它不能倒。刘县长说的对，
形容的好。这县里的百姓离不开江云。不过，刘县长，这个案子现在不还是在市中院吗？我听说有一个神秘人物啊，一直在暗中在做各方面的工作。我想这市中院未必就会立案吧？那个副院长齐衡，是齐州出了名的不合作者，你让他不立案，这可能吗？哎呀，贺副局长，这件事要查出来，市环保局有猫腻，我一定让你这个分管局长过得不省心。你要想达到这个庭外和解，那必须是先立案，再和解。因为我们法院只有审判的职权，没有审判外调解的这个职责。这个法院的调解呢，是隶属于审判范围内的，是审判结案方式的一种补充。如果呢，你要是不立案的话，连替码头村这些老百姓争取最基本权益的这个资格都没有。如果要想达到庭外和解，那必须是先立案之后，原告、被告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私底下才能赔偿。如果要是不同意，那还得是再开庭再审理。看来你这样，真不顾及政府部门的脸面了。张远，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替我考虑的比较全面。我觉得这也不是说跟谁对着干不对着干的事儿，都是为了争取老百姓的权益嘛。我认为还是按程序办。那行了。他一点音信都不给呢。再等5分钟，过了5分钟，我什么都不管。牛郎，你怎么了？走来走去自言自语的，发生什么事了？齐院儿，他说第一时间给我消息的，可是现在第100个时间都过去了。我不管，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喂，小妞。齐院儿，到底什么时候立案啊？你得赶紧跟我说呀。好，我知道了，我一会儿打给你啊。喂，又挂了。进来。圆圆，我想对这个钟黎明律师那个案子民告官呢，我想跟你说2句话。你来的正好，你先听我说2句。你真教育机关里的、社会上的，看得见看不见的人物，一直顶下去。院长，这不是顶和不顶的事儿。有时候我看到这个码头村那么多村民那个惨状，我就在想，我在法院工作，我应该为他们坚持自己的看法。齐文静判了4万之后，我心里一直不安。小齐，你比我年轻多了，路还很长，要看得远点儿。我知道，院长，谢谢你啊。我就是在想，有时候眼前的路都没走好，以后的路，我
敢奢求啊。小秦，照你想的去做。调解和解啊，就必须这么做？罗总，恕我直言啊，咱们这么大一个集团企业，赔一点小钱息事宁人，又何必非憋着这口气不肯松呢？况且啊，出面赔偿的是江云，和大公集团表面上扯不上任何关系。可我就咽不下这口气呀！我在齐州这么多年来，谁敢这么对我呀？啊，这齐衡一而再，再而三，这回我必须给他点颜色看。行，那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一定殚精竭虑，替你漂亮的赢下这场官司。你呀，去告诉法院和原告，和解、调解不可能，打官司奉陪到底。明白。来，牛老，您喝点水。没事吧？没事，没事。哎，怎么了，老刘？是，没事，我好多了。医生说坚持吃药就行了。哎，你们两个怎么没去民二龙岗啊？哦，都已经交接好了。齐远，牛老刚刚跟我们说，您打算让我们去审码头村污水的案子。阿松，我提醒你一下，这可是我市第一桩直接以民事赔偿打的环境污染案，也是第一桩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所以呢？所以你摊上大事儿了。我马法官什么时候怕过？齐远，那我们要不要做一下庭前的和解啊？啊，不用了，我已经问过了双方的律师，他们不同意庭前调解。啊，看来啊，憋足了一股气。你、我，咱们3个人组成合议庭，我当审判长，你们当审判员，有没有信心？有。干劲儿十足啊！你是江云的代理律师啊？来查阅卷宗了，阅完了，这么快？这是什么？这是我的书面申请。申请什么？一看便知。我还是想提醒你，不要忘记你的初心，希望你能恪守良心。哈哈哈，幼稚。所谓庭前会议呢，就是在正式开庭以前，原告和被告双方对证据再进一步的确认，对于双方有异议的证据呢进行辩论和筛选，以节省正式的开庭时间和效率。出庭人呢只是审判长和原被告双方代理人即可。我想双方的律师都明确这一点吧？明确。好，那么下面我们开始啊。第一被告江云化工厂的代理人，你对原告方提出的证据有什么异议？审判长，请翻看卷宗的证据项到第5页。这份原告方提出的由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证实了污水管道中的残余液体和周围土壤以及码头村的地下水中含有重金属污染物镉，而这与证据项的第6页由市环保局提交的鉴定意见书相矛盾。这有什么问题吗？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第三方环评机构有出具鉴定意见的资质，难道一定要以齐州市环保局的意见为准吗？被告方代理人，
这份意见书的合法性啊，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如果你有质疑的话呢，我们可以放在正式庭审的时候来进行辩论。不，审判长，我方就是要现在质疑这份意见书的合法性。你说，据我所知啊，自码头村地下窑洞中旁边的枯井中发现了污水管道以后，市环保局请公安机关将现场进行了封锁，以防别有用心之人进入破坏现场。而后又由环保局的副局长贺斌亲自带领，前往污水管道的所在地进行取样、封存，并带回环保局进行检测。之后，现场在持续的封锁中，任何人不得进入。那么，我想请问，原告方用以化验管道中的残余液体和周围土壤的样本是从何而来的？明明这一切都在环保局的监管之下，样本也不曾流失，也没有其他人突破了警方的封锁，进入地下窑洞进行取样。为何原告方会有样本？那我方是不是可以有理由怀疑，原告方用之于检测的样本根本就不是码头村的污水管道和周围的土壤？是，第三方环评机构的确可以做出鉴定，也是合法的，但是所鉴定之物的来源是否真实合法，我方必须质疑。我们一直在强调程序正义，只有程序正义才能带来公平公正的结果。所以，我方现在怀疑，原告方的这一程序并不正义，它污染了证据的可信性，排除了证据的合法性。所以，我方请求合议庭不采信这份证据。原告代理人，你向本庭说明，你的这个检测样本是从何而来？你确定可以把这件事揭露出来，替村民讨回公道？相信我。审判长，这份证据样本的来源，请恕原告不能说明，但是原告方可以保证样本的真实性没有问题。原告律师，我想你搞错了一个问题的关键，那就是证据的真实性是必须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不合法，再真实，法院也不应予以采纳。审判长，原告方现在只能用一句保证之类的空话，而不能明确有力地证明这份样本不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也就是说，我方的质疑是合理合法的。鉴于被告代理人提出的意见，合议庭商议之后再做决定。的确，从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的审判原则来看，证据的合法性高于真实性。所以陈述说的没错。是啊，在我国的审判历史上呢，曾经把这个真实性看得要比合法性要高，所以产生了很多刑讯逼供。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呢，现在越来越重视这个证据的合法性，这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那怎么办？我们真的要把那份证据给排除了吗？那些人真的太可恶了，他们明知道村民生病一定跟他们偷排污水有直接的关系，可就是拦着我们不让我们找到证据。眼下呀，这个案子要是没那份证据，我看原告的官司也不用打了，肯定输。其实这个案子的关键呢就是鉴定其他的东西呢都是辅证。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证据呢，由环保局自己出具的，的确是有点儿。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是的，他们环保局负有监管的责任。如果他们给出的证据证明江云化工厂的确存在偷排污水的情况，那也就是证明了他们以前并没有担负起监管的义务。为了怕别人驳回面子，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的。他们之间存在利益关系，按照利益规避的原则，环保局的鉴定报告我们不用采信呀。那这案子还怎么判啊？难道我们自己去鉴定啊？
怎么可能？我化学就从来没有及格过。你别说啊，你的这个玩笑呢，没准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啊。你看啊，由我们法院委托一家有资质的第三方的鉴定公司去鉴定，从取样到化验结果到出具报告，都在我们法院的监督之下。哎，这样原告和被告呢，我想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异议，是吧？哎，可以啊。只不过从此以后，仇视我们中院的黑名单上又要多了一个齐州市的环保局了。所以说啊，法院决定了，请第三方环评机构再做一次鉴定，不仅要查污水管道和周边土壤的地下水，还要查江云化工总厂的排污系统。那这一查，不就穿帮了吗？我也没有想到法院真会来这一招。那你就见招拆招呀。苏总，这俗话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做你该做的事情。苏总，作为你们的律师，我只能说证据链是环环相扣的，一旦一个地方断了，整条链子就崩了。警察怎么都撤了，一个人都没有？这是他们的规矩啊，总不能24小时在这守着啊。哎，来了不少媒体啊，哼，挺热闹的，把咱们当明星了。是啊，这次呢，不仅咱们法院全程的监督取样，这个媒体啊，也给咱们做了2次作证啊。他们呀，别胡乱编排就不错了，就跟上次我们退回检察院的那个起诉书一样。所以啊，要小心啊。好了，电梯可以拿上去了。天哪，这里什么时候都铺上水泥了？干嘛？啊！多让开！你们是这个村的村民吗？为什么不让我过去？啊！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是不是让开？我要过去！哎，大家散一散，散一散，往后一点啊！怎么回事？啊，他们不是马头村的，也不知道哪儿来的，不让咱们过去取样。什么原因啊？这是？嗨，不让我们在这儿取样，就换个地方取样。这条河长着呢。不行，柳婷，咱们的鉴定人员说，这段河道的是最佳的地下水取样点。好了，知道了。大家好啊，我想问一问，你们想干什么呀？你想干什么？我们啊是依法，然后呢到这条河里来取样了。谁让你们来的？滚回去！不行。听我说啊，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这个江云化工厂的员工啊？是有的。你听我说，万一啊江云化工厂真的把这个污水啊排到了这条河里，那即使啊先到了码头村，那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日积月累，这个水啊会渗到地下，会污染这个水源，会影响到其他的村庄，会影响到其他村庄的村民啊，身体会很不健康的。胡说八道！你让别坐住，老子身体好得很，打你10个都不成问题。要打谁啊？啊！打人对我看看，这么跟我们院长说话？反正偷排污水、地下水我们不知道，如果厂子被查封了，我们就没有饭吃了。对，是谁让我们没有饭吃？是他，是他。我说你们能不能那么自私啊，一个个的啊！是啊。你们也是人，跟码头这些人村的人也是人，讲道理把污水排到码头村，还是让法警来扛着去。先等一等，别叫法警了，我就怕火上浇油。你看这些记者，
明天指不定又播出什么好戏呢。其他村的村民一听说可能要失业了，这把他们给急的了。这不用说，自发的来保护工厂了。晚上的事安排的怎么样了？哦，你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找的都是靠得住的员工。这一听说年底要拿1倍的奖金，这高兴坏了。这事儿办得还不错。小明，呀，这给我签过字啊。徐远，哎，怎么了？气氛有点沉重啊，你们。娟，24小时守着河道，像巡逻队一样，不许其他人靠近，所以咱们根本没法获取水样和土样。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抚极端的诱饵，捕获缥缈的唯美。相信自己，生如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耀眼如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是一滩真